萧炎自从古元天归来后，便是一直在归墟神殿之中。这段时间与四大古神算是最长的接触了，也了解到非常多关于归墟神殿的信息，并且与大千世界的大千宫，也就是现在千元界的千元宫非常的相似，同样都是一方大界的最强战力的代表。只要世界受到危机，这最强的战力将会召集所有顶尖强者，共同抵御外敌，一起守护自己的世界。牧尘，你的原始法身的确不凡，按照估计，就连我的地龙肉体也无法将其击破。要是日后你突破神指境，那么原始法身的力量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四大古神之一的地龙古神突然说道。作为四大古神肉体力量最强悍的地龙，便是发觉牧尘所主修的乃是原始法身，这等也是大咒中的神物之一。只不过目前以牧尘的修为，还无法将原始法身的全部力量所发挥出来。牧尘闻言也是拱手笑道：感谢地龙前辈的夸奖，晚辈牧尘定会在归墟岛好好修炼，让自己突破神奇境。地龙微笑的点点头，也认可了牧尘的天赋。地龙非常看重牧尘，希望能够在这里可以让他们都得以突破自身的极限，踏入更高的神之领域。而灵动所主修的祖符，同样被苍渊古神和金罗古神看中。而祖符虽然在天元界没有第二个人修炼，但毕竟祖符也是大咒的神物之一，其中的能量更是深不可测。只有他们达到了神奇境，那么到时候再度施展出来，那么威力更是恐怖无比。四大古神以及专逐大尊看了看萧炎，仿佛在萧炎的身上看到了曾经周元的影子，此时便是开口道：萧炎，如今你已经获得神灵之物，以及体内还有一道还未炼化的神火，你可是最先有机会突破神指境之人，希望你能够在这段时间中好好借助着这归墟岛上的丰富资源，迈入成神之路。晚辈萧炎必然会尽力而为。萧炎拱手微微的弯腰肃然道。归墟神殿中弥漫着极为浓郁的元气，以及极少的神元之气，但神元之气就让给灵动和牧尘炼化，而萧炎便是被四大古神安排到归墟岛的一处虚洞中。虚洞位于归墟岛的中央区域，这里的天地间有着天元界最浓郁的本源，可谓是修炼的圣地。四大古神将这最佳之处给到萧炎，也是将希望寄托于萧炎身上。毕竟一旦炼化神火成功，将会连神器都极为忌惮。先天神如今正准备冲击第一序列之位，那么他们作为诸天的最强守护力量，自然也不能坐以待毙，将归墟岛这等天元界最好的资源都给到了萧炎、灵动、牧尘，都是希望能够让他们三人得到实力的大幅提升。至于灵动和牧尘能不能找到神灵之物，将其收服，那就要让他们自己的造化了。随后，萧炎、灵动、牧尘三人也不再浪费多余的时间，便是朝着归墟岛的中央掠去，因为那里才是神元之气最多的区域。看着萧炎三人的身影消失，四大古神和专逐大尊也是面面相觑。金罗古神开口道：如今古元天进不去也出不来，现在的打算已经是最万全之策了。古元天有着一道极为特殊的禁锢能量，当年就是连祖龙都无法从古元天出去，而如今过了几十万年的时间，这道特殊的禁锢能量也渐渐的变得薄弱。但就算薄弱后的禁锢能量，第三序列神的力量还是没有能力将其击破这道禁锢，更无法进入古元天，而目前未有第一序列神的力量才能将古元天这长达几十万年之久的禁锢能量击破。所以先天神如果成功晋升第一序列，那么就有机会从古元天出来，降临至诸天。这三位年轻人虽然都是来自第3等级的千元界，但是在他们的身上似乎有着一道天命气息。苍渊古神此话一出，也是令得在场的其他古神和大尊都是沉默片刻，旋即在金罗古神那悠长的苍老声中打破：或许他们三人也是天命之子。天命之子吗？在他们的心中，天命之子就是影响世界，给予世界，汇聚气运于己身，得到世界的认可，成为天命之子。当然，世界中有很多都身负天命之子之人，但是能够成为真正的天命之子的，则是寥寥无几。更多的天命之子都是为王先驱，为真正的天命之子开前路，而真正的天命之子将会应劫而出，成为这方世界的大主宰。很显然，萧炎、灵动、牧尘三人都具备着天命之子的特点。四大古神和专逐大尊静静站在归墟岛之上，瞭望着这座庞大的岛屿，心中却是有着疑虑的念头，分析着天命之子的信息。那你们说，他们三位是为王先驱的天命之子，还是真正的天命之子？金罗古神意味深长地看了看归墟岛的中心方向，闻言，其余的3位古神以及专逐大尊并没有回答，不是他们回答不出来，而是这个答案不是他们最终回答出来的。这个答案乃是由天元界告诉诸天生灵，他们三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天命之子。如果萧炎、灵动、牧尘三人是真正的天命之子，那么他们就会应劫而出，能够是化解一场灭界危机的真正天命之子。接下来的天元界中，处于极度沸腾的时期，各大诸天中的强者不分昼夜的开始无止境的修炼，为的就是提升诸天的战力，抵御先天神的入侵。此时，苍玄天的那灵非遗众人也进入了修炼之地。此前那道先天神的魔脸出现，令得整个天域都为之轰动无比，甚至狂言几年之后，先天神必定会成为第一序列神，降临诸天，将诸天上的所有生灵全部摧毁。这等可怕的想法，
朱天肯定不会坐以待毙。萧炎兄，我一定会以你为目标奋斗前进的。在这一次的古元天之争中，萧炎带领着苍玄天一众队伍闯关重重关卡，最终来到了古元天的最核心之地，获得了祖气祖脉的分配。当然，这一功能基本都属于萧炎一人占大部分，要不是萧炎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苍玄天恐怕早就被其他强大的队伍强者击退，更不用说会进入核心之地了。虽然先天神将祖气倒流回古元天之中，可是之前流入各大诸天的祖气主脉的能量则是无法被抽取，所以各大诸天中也留有部分的祖气，虽然没有10成的祖气，但也有3、4成左右，所以诸天的强者方才能够获得更加精纯的元气。这对于这些强者来说，无疑就是提升修为的最佳机会。不仅是苍玄天，其他天同样如此。五行天的那些强者也是以灵动为目标，开始朝着那样的高度前进，而万寿天则是以牧尘为自己的修炼为目标，开始全力冲击他们的更高修为。一旦有着他们这些人的追逐对象，那么自身也将会变得更加的热血。天元界的这一次诸天气运之争中，那3位来自下等级世界之人的名字可谓是震撼了无数强者的内心。各大诸天的强者这段时间大部分都是忙于修炼，更没有出现势力之间的斗争，或许也只有在天元界受到危机的时候，这些喜欢斗争的势力也开始选择联手其他势力抵御外敌。如今萧炎灵动木尘天元界中可谓是名声崛起，年纪不大便是拥有堪比能够抵抗准神的实力，就连归墟神殿的4大古神都极为的看重3人。不过距离这次古元天结束后，时间已经过了半年之久，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强者，他们在这半年里一直修炼，消化着从古元天所得的祖气主脉，所以让这些修炼者的实力突飞猛进了许多，甚至一些卡在某个境界很久的修炼者也借助着祖气主脉的能量，终于是突破自身的极限，达到更高的修为实力，令得各大诸天中的底蕴也增加了不少。而归墟岛中，灵动和牧尘也从最强主宰巅峰初阶提升至中阶，但是距离高阶和大圆满还是有一些距离。灵动的身躯盘坐于一处密林之中，这里的神元之气也是相对于其他区域要浓郁一点。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归墟岛上也遇见了不少的魔兽，也与之发生了战斗。不过这些魔兽虽然很强大，可惜的是还是死在了灵动和牧尘的手里。在归墟岛里，灵动和牧尘2人携手作战，可谓是在这岛屿中都掀起了浪潮。他们2人杀兽如麻，从最开始的时候，魔兽遇见灵动牧尘2人都会忍不住的流出口水，甚至对灵动牧尘发起偷袭和猛攻。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灵动和牧尘的实力修为也不断的提升，根本就没有一丝惧意这些魔兽。就算这些魔兽叫了几10只魔兽，实力至少也是主宰境，可这些实力不凡，可以主宰一方世界的主宰魔兽，如今见到灵动牧尘2人都会转身就跑，根本不带一点拖泥带水。连这些主宰魔兽都有着如此的逃命本能，那是因为随着灵动牧尘的实力提升，都能够一拳便是将他们重创，要么就是陨落他们的一拳下。这些魔兽好像很怕你的样子啊。灵动一屁股的坐在了一处石头上，同样喘着一些粗气，毕竟魔兽的数量太多了，而且防御力都是强悍的惊人，要不是灵动有着祖符的力量，也不会那么容易就能够做到击杀这些魔兽。所以这些天只要偶遇到一些魔兽，这些魔兽像是见了什么恶魔一样，撒腿就跑，头也不带回的那种。见到如此狼狈的魔兽还真是罕见。不过在灵动牧尘的眼前，这罕见的事情都会变得日常起来。灵动兄，他们可是也怕你，你的那个出手方式如此的狠辣，不留一点机会就将这些主宰境实力的魔兽逐一击杀。不得不说，灵动的性格与他大有不同，那就是灵动不喜欢废话，能够动手的话就不会选择与对方是很多东西，人狠话不多，就非常适合描述灵动的独特个性。牧尘目光闪烁，眼眸一横地看着灵动，喃喃道：如今我们在归墟岛上已经历练了半年的时间了，但是距离高阶和大圆满还有一些距离。灵动则是不慌不忙地回答道：这片天地的神元之气，如果我们现在将其吸收的话，必定能够在非常快的速度下提升至高阶，甚至是大圆满。牧尘则是眨了眨眼睛，他也知道，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修为，达到最强主宰巅峰高阶和大圆满，可以吸收这里的神元之气。但是神元之气属于神所修炼的神之本源，对于目前还是主宰境修为的灵动牧尘来说，现在去吸收神元之气还不到最佳的时间，因为他们2人还没有找到神灵之物。一旦开始吸收神元之气，如果自身的体内没有神骨来承载神之力量的话，到时候以主宰者的身躯断然是无法能够承受如此高级神圣的本源力量，说不定还会被神元之气反噬，爆体身亡。这是一件自损的方法，不过这方法就算再想要提升修为也不会去做。很显然，灵动和牧尘更是去做这种事情。但灵动此时微微一笑，继续道：我想我们可以出发寻找归墟岛中的神灵之物了，只要找到神灵之物，便可以提前吸收这里的神元之气。灵动牧尘2人已经在古元天花了半年的时间，突破至最强主宰巅峰中阶，这等速度已经是极为变态的存在了。要知道，寻常的主宰者想要突破这小阶段的提升，至少也要几年甚至几10年也有。不过他们也不是并不满足，而是不知道古元天中的先天神何时降临天元界，到时候真的先天神降临，
以他们如今这点修为，可不是对方的对手。毕竟对方乃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序列神，牧尘也不置可否。也的确再不加快修炼提升实力，恐怕几年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那么神灵之物会在哪个方区域呢？灵动也早已发觉，在归墟岛中有一个极其神秘的地方，而那个地方也是他们这半年来一次都没有去过的一处区域。在这半年的时间，灵动虽然也在不停的修炼，吸收这里的精纯元气，同时也利用空间祖符的力量，探知了一下归墟岛其他区域的空间构造。果不其然，在归墟岛的正北方，那里的空间构造有些特殊，而且那里还有着一丝神圣的气息荡漾而出。按照灵动的推测，在那处区域必定有着神灵之物的存在。我发现在正北方的方位似乎有着极其微弱神灵之物的能量波动，而且那里的空间也与这里的不同。灵动解释说道。闻言，牧尘将目光望向归墟岛的北面天际，心中有些兴奋起来。成神对于每一个主宰者来说都具备着无比的诱惑力，一旦成神便是能够拥有大宙的神之力量，同时飞升更高等级的世界，也就是神界。神界才是大宙的最顶尖世界，也是众神生存修炼的地方。如今就算是神纪元的天元界，恐怕也不及第一等级之中的神纪元世界。因为第一等级世界虽然都是神纪元，但是这些世界都诞生于神界之中，那么其中的神元之气都会是无比磅礴的存在，可不会像天元界一样，虽然进入神纪元已经沉淀了数万年，可是依旧还远远不到更高等级世界的1/10不到。这就是第二等级世界与第一等级世界之间的明显差距。不然此前那天人界为什么要成为第二等级之首，让自己的世界进入神纪元，甚至以后可以飞升第一等级世界，获得更多神势力的关注，让自身的世界气运达到更高的临界点。灵动兄，你我成神之路指日可待。说着，牧尘的面庞露出一抹微笑，这笑容似是看到了自己已然成神后的画面。走，神灵之物，我们来了。随后，灵动和牧尘肩并肩的化作流光，朝着归墟岛的北面径直掠去。而在灵动、牧尘两人去寻找神灵之物的时候，归墟岛的中央，这里充满着整个天元界神元之气最多的区域，就连这里的其他生灵、花草树木都是栩栩如生，生机勃勃。而绕过高空的重重云层，向下望去的大地上，伫立着一座巨大的山峰。山峰不高也不矮，大部分的山壁石头上都是长出许许多多植物，格外的艳丽。在山峰的半山腰，则是有一处巨大的山洞，这个洞的名字叫虚洞。虚洞内，不管是元气还是神元之气，都精纯的可怕。过了半年的时间，萧炎也将这里的元气吸收了大半。此时，在整个虚洞中弥漫着无比炙热的高温热浪，要不是虚洞的岩壁特殊，恐怕早已经被这股热浪给融化分解。再往深处看的时候，这里的周围竟全都是绚丽的火海。在火海的正中央区域，一位黑袍男子盘坐火海之上，远远看去犹如是万火帝王。萧炎双目微闭，双手不断地挥舞着诡异的姿势，双掌之间有着一朵绚丽的火莲花悬浮其中，而看似不起眼的这朵火莲花，便是由地炎所凝练而成，拥有可以吞噬万火的毁灭之力。除此之外，在萧炎的身躯上竟然覆盖着一道若隐若现白色雾气，这白色雾气可不是普通物质，乃是幻虚神火。而现在去感受萧炎的气息，竟然没有一点的变化。灵动牧尘还从最强主宰巅峰初阶提升中阶，而萧炎竟然还是最强主宰巅峰初阶。不过这可不是说萧炎的修为没有进展，而是萧炎现在的灵石不在自己的体内，则是进入到万火神域中。万火神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空间，这空间是神火生存的神域空间，空间内绚丽无比，并且空间也非常之大。不过这空间最诡异的特点就是它可以无限变大，就算是主境灵魂都无法探测到万火神域的边缘，就好像明明一种东西就在你前方，你怎么追都无法追上的那种感觉。这处神域空间内温度可不比刚刚外面的低，要不是萧炎对炎之一道的造诣极深，恐怕自己的灵石都已经被这股恐怖的高温给焚烧殆尽了。而且这还不算什么，就连万火之中的地炎在此处都是变得极为的滚烫无比。与其说滚烫，倒不如说地炎在万火神域里也一直处于自身淬炼当中，得到万火神域中的火神本源的淬炼，那么地炎也会比起之前更加的恐怖存在。而此时萧炎的肉体之上散发出无比强悍之威，一旦肉体得到淬炼，那么就算修为跟不上，在防御力这一方面也是可以对抗比自己更强大的对手。同时体内也有一股恐怖的热气不断升腾，令得细胞和血液都沸腾起来，传来无比升腾之感。虽然这不是萧炎第一次所遇见的情况，但是依旧有着极为难以忍受的感觉。不过一旦坚持过来，那么肉体也会提升新的一个台阶。小子，没想到你第二次进来万火神域之后，可比起第一次要习惯了很多呀。在神域空间的另一处的白色火莲花上，盘坐着一位白发老人，微微笑道：“此人正是幻虚。”此时，白发老人的那双莲花之眼散发出一抹火芒金光，打量着萧炎。万火神域在以前也有一位最强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进来，可是却被万火神域的火神本源吞噬殆尽。而你竟然越来越习惯此处所散发出来的火神本源，还真是令老夫都极为的吃惊。毕竟这里是神火的领域，以主宰境的实力，谁也不会抵抗住如此的火神本源之威能。就算是一些神奇，对于神火的那股毁灭力量
都带着无比的忌惮，而萧炎则是另类。虽然比起第一次进入这里，确实习惯了一些，可是也同样无法在此处待很久。小子，你已经在此处淬炼了至少半年了。虽然你的修为没有提升，可是你的肉体力量则是有着大幅提升。如今你不用元气，仅凭自身的强大肉体力量，便可以与一位最强主宰巅峰大圆满的顶尖强者对抗，不落下风。白发老人此话一出，萧炎的眼眸也是微微闪烁起来。他也感觉到自己肉体上传来的强悍力量，看样子萧炎的肉体力量已经达到可以与主宰境巅峰的顶尖主宰者抗衡了。第一次萧炎在万火神域中只能待上1个月不到的时间，而现在竟然能在其中待上长达半年之久。而这半年的时间里，萧炎主要以火神本源淬炼自身的肉体为主。好小子，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竟然能够在万火神域中待上这么久，看来对于焚诀的领悟也越来越深了。白发老人暗自喃喃道，虽然自身是神火，并不想被萧炎给炼化，可是也没有办法，在焚诀的面前，就算幻虚再不愿意也得愿意。况且在不久的将来，萧炎或许能够成为万火神域之主也不一定。萧炎缓缓起身，然后看了看神域的四周，这里还真是淬炼肉体力量的最佳之地。淬炼了半年之久，这里的火神本源竟然依旧是如此的浓郁，丝毫没有减弱。然后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要是以现在的肉体力量再次对战王无天的话，那么都将会得心应手，轻松许多。不过王无天虽然是第3神，不过在焚神形态之下，依旧不是萧炎的对手。萧炎现在如此拼命修炼，乃是在日后给天元界增加一点力量，共同对抗先天神族的最强之神先天神。那等强大神圣存在，才是目前天元界最大危机。肉体力量已经淬炼完成，接下来便是在炼化神灵之物，在体内种下神骨。萧炎说着，便是从那戒之中拿出了之前在古元天中寻找到的神灵之物星辰光玉。此神灵之物出现在萧炎的手掌之上，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在其周围有着看不见的强大气息，这股气息就是神灵具有的神性。萧炎望着手中的星辰光玉，眼神一动，旋即体内的元气便是冲入其中，元气与神性开始冲击，开始两股力量非常的抗拒，而最后萧炎催动地炎之火，将两股不同的力量压制而下，才使得其中的能量得到了平衡。星辰光晕微微发出星辰之光，一股令的萧炎都心旷神怡的力量突然喷发，在光芒闪烁之下，星辰光晕化作无数神光进入萧炎的整个身躯之内。随着星辰光晕的无数神光进入萧炎的体内后，其中的神性开始在其中蔓延开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舒适感觉，而且就连体内的元气都被这神灵之物的神性给驱逐开去。然后神灵之物处于萧炎的丹田处，开始疯狂的汇聚，凝聚出一个小点，伴随着神性不断的汇聚，丹田处的小点也开始逐渐的变大起来，开始从丹田处不断的往外扩大，整个身躯的血液细胞都被这神性给覆盖，并且与之渐渐的融合。就是在这逐渐的融合之下，萧炎也感觉到自己的身躯开始不一样的变化。归墟岛的一处遥远区域，这里是归墟神殿的总部，其中一座高大夺目的宫殿中，数道身影站立于宫殿之内，在这些身影的面前，则是有着一道巨大的屏幕画面，其中的面前就是归墟岛中的画面，而这些数道身影正是归墟神殿的4大古神以及各大天域的大尊，他们皆是看着正前方的屏幕画面。这一刻，他们也看到了虚洞中的变化，一道神灵气息从虚洞内散发出来，一股令所有大尊以及4大古神的都是感觉极为熟悉之感。这道神灵气息，看来是萧炎已经将星辰光陨进行炼化了，在体内种下神骨，开启成神之路。他们皆是面色变幻起来。自从半年前萧炎进入虚洞后，他们便是未曾再关注，只是他们没想到，今日他们刚探查归墟岛的情况，萧炎竟然这么快就炼化了神灵之物，似乎出乎了他们的意料。萧炎此子，不知道这半年来他在虚洞中修炼怎么样了？血海域的血海大尊有些关心地问道，专诸大尊则是沉吟了一下道，预计我的推测，萧炎此子天赋无人能够超越，我想他在归墟岛中的修炼必定会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不管萧炎修炼如何，都不是我们能够插手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安静地等着，不让任何人靠近那个区域。作为如今浑元天最强专诸的大尊，他能够隐隐地感觉到，在虚洞之中似乎是在出现着前所未有的巨变，那种变化与此前他们炼化神灵之物种神骨的过程一模一样，这是为日后成神做准备的基本要求。只有拥有神骨，方才能够有机会的去冲击神指境，不然就算给你再多的神元之气，也是无法承载神之力量。最后的结局便是爆体而亡。其他大尊闻言也是默默的点了点头，的确，萧炎正在炼化神灵之物，化神光，种神骨。而这些大尊对于萧炎这等进展的速度都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此前在古元天之中击杀一位第3神仙不说，现在就连修炼的天赋都展现得淋漓尽致，可究竟是何等的天之骄子，才能够做到如此这般？这些大尊对于萧炎也是存有一丝感激，要不是萧炎将他们带出古元天，恐怕他们将会全部陨落其中。所以按照常理来说，这些大尊都欠萧炎一个人情，就算原本没有接触过萧炎的一些大尊，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萧炎
将他们带出古元天。如果萧炎、林动、沐尘三人真是应劫而出的天命之子，那么他们这些大尊也想得通了，为何他们三人会如此的变态？天命之子，世界选中之人，拥有世界的全部力量和气运，加持己身，将会爆发出整个世界的力量。现在这些大尊唯一能做的，便是等待。虽然他们这些大尊的实力跌落境界，他们也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重新踏足准神境。而这一等，便是足足又过了2年多的时间。这2年多，对于诸天而言，依旧是充满修炼气息，不过其中还有着一丝恐惧，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诸天生灵都开始隐隐地察觉到，有一股让人感到浓浓恐惧的威压，正在缓缓地从那诸天之外、古元天之内传来。那是先天神蜕变冲击第一序列的地方。显然，先天神的力量在变得前所未有的恐怖，所以即便蜕变期尚未完成，但那恐怖神圣的威压已是降临而至，这无疑更加剧了诸天中的恐慌与绝望。虽然各大诸天中的强者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并没有坐以待毙，自身的实力也比以往的变强了许多，可是对面一位神奇的降临，